本企业要整顿电池行业。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网报道，就在上周，松下在日本和歌山的新电池工厂建成投产，这是松下在全球范围内的第4家电池工厂。松下内部对这座工厂的期望可以说是高出天际了。松下公司对媒体吹嘘，认为这座工厂不仅将承担起为特斯拉供应4680电池的重担，还将帮助松下乃至日本在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甚至有松下高管喊出了“和歌山工厂将掌握电动汽车电池业务命运”这样的口号，就差没说要整顿现有的动力电池行业了。那么，松下的这座新工厂到底是啥水平呢？松下为什么对它抱有如此巨大的信心？它真的能掌握动力电池行业的命运吗？实际上，松下的这座和歌山工厂开工仪式倒是办得热热闹闹的，连松下社长都亲临讲话。但其实吧，这座工厂目前根本没有什么产能。为啥会这样呢？因为松下是把和歌山工厂当作松下4680电池生产的标杆工厂，在松下的规划里，这座工厂未来甚至还将会给松下跟特斯拉合资的北美电池工厂当老师。然而问题是，截止到目前，松下仍然没有搞定4680电池的量产工作。按照松下的说法，他们有望在年内解决这一问题，但松下真的能够做到吗？实际上，早在2020年时，特斯拉就公布了4680电池。在当时的发布会上，马斯克将4680电池吹的是天上有地上无啊，说它是巨大的技术突破，不仅能将单体容量提高5倍，功率提高6倍，续航里程增加16%，并且每千瓦时的电芯制造成本还将下降14%以上。马斯克还估计只要短短3年时间，4680电池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到时候特斯拉就可以推出一款售价不到2.5万美元的平价车型，占领电动车市场。然而现在4年时间过去了，特斯拉依然未能搞定4680电池的量产，依赖于4680电池的2.5万美元新车型更是直接胎死腹中。甚至于特斯拉在今年5月直接更换了4680电池项目的负责人，还给整个研发团队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在年底之前还是无法解决4680电池的量产难题，并且进一步降低成本的话，那么特斯拉将放弃自己量产4680电池的计划，转向完全的外部采购。4680电池是特斯拉最先研发出来的技术，而特斯拉是从2020年到2024年，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都没能够搞定电池的量产问题。松下的新工厂刚刚建成，它凭啥要在4个月内实现量产呢？即便是松下神兵天降，速度远超特斯拉，真的在4个月之内就实现了4680电池的量产问题。现在的4680电池真的还能整顿电池行业吗？在4680电池刚刚公布的2020年，许多媒体都在说它将带来电池行业的巨变，甚至是一场新的电池革命。特斯拉及相关的公司股价直接掀起涨停潮。而在4年后的今天，作为一项迟到了4年的技术，4680电池到底啥呀？基本上已经被扒得一干二净了。去年4680电池在美国 Model Y 上小范围时装的时候，就有国外媒体花了大价钱直接买了4680电池版的 Model Y 进行拆解，得出的结论是4680电池的实际能量密度只有229瓦时每公斤，不仅低于宁德时代麒麟电池的255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甚至比特斯拉自家上一代的2170电池的能量密度都低了13%。更不用说在封装空隙、安全性能、结构性能等方面，麒麟电池和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更是全面碾压了4680电池。更糟糕的是，由于新电池更大的体积，电池组内的散热也更加困难，导致用了4680电池的电动皮卡 Cybertruck 充电速度远低于前期的宣传，从20%充到80%的补能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大大落后于市面上的同级产品。不仅如此，特斯拉的4680电池其实也在用跟2170电池大差不差的化学材料，承诺中的硅氧基替代材料根本就没有实现。而作为特斯拉4680电池工艺变革的核心，所谓的干法电机制造工艺更是零眼在哪都不知道，发布会上都是黑科技，落到实际上却只是 PPT。即便是砍了这么多的性能，4680电池的良品率依然堪忧。截至今年年初，特斯拉4680电池的良率仍然只有95%，比起2170电池的99%的良率还是低了一截。这也导致4680电池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至今也未能实现马斯克预期中的成本大幅降低。那么问题来了，4680电池这样的表现，松下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可以凭借这座还没量产的新工厂，迟到了4年还问题重重的4680电池，就能掌握电池行业的命运呢？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松下，任谁在现在的美国制造业待久了，都会信心爆棚。拉垮的美国制造给了松下莫大的勇气，以至于他们觉得只要是量产了4680，就能颠覆电池行业了。说难听点就是坐井观天。你很难想象，在这个中国电池厂商卷800伏快充、推半固态甚至全固态电池，冲击1000公里续航的时代，欧美市场上还是 LG 新能源的软包电池和松下的2170电池唱主角。要知道，2170电池在2017年1月份由特斯拉和松下联合推出，距今已经过了7年多。这也难怪松下会拿着一个4年前发布的4680电池当宝，认为只要4680电池实现量产，就能颠覆电池行业的格局。因为在现在的欧美动力电池行业，4680电池确实还是先进的技术。在松下社长南见雄龟的认知里，北美市场才是松下的应许之地。仅2023年到2024年，松下就在美
美国投资了超过3800亿日元，用于堪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新工厂的修建，计划将电池产能从目前的50吉瓦时增加到80吉瓦时，到2030年更是要增加到目前的4倍。松下还沾沾自喜地表示，在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韩国的 LG 新能源在内的全球前5大电池厂商中，松下在美国最具优势。松下子公司松下能源的社长还表示，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将严重削弱中国在电池行业的竞争力，而韩国人手鼠两端，还想着搞中美平衡。只有我松下忠肝义胆，全面梭哈美利坚，我们的电池产业将处于经济安全保障的中型。但问题在于，松下一心投美，美国却也看着要成为松下的伤心地了。松下在美国堪萨斯州投资40亿美元修建的第2座电池工厂，想着赚拜登政府的电池补贴。然而，仅仅过去了1年，松下就发现这个项目的开支有点超出他们的预期了。美国的木材、钢材、胶合板、运费等等，大量跟工厂建设有关的材料和施工费用都在飙升。钢材价格在原本就接近中国2倍的情况下，过去的3年内居然又涨了超过70%。松下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花钱如流水了。开工仅仅1年时间，松下的初始预算就花得七七八八了，吓得松下直接取消了规划中的美国第3家工厂的建设计划。这还不算完，更糟糕的是，眼看着松下大笔的钱投到电池工厂里了，美国的电动车市场却出现了危机。在2024年的第1季度，美国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动汽车首次出现了下降，在美国轻型车总市场中的占比从上一季度的8.1%下降到7.0%。更难受的是，松下的主力产品是圆柱电池，一直以来都是靠着抱特斯拉大腿为生。但问题是，即便是在美国本土，特斯拉的市场份额也在下滑。在今年第2季度，特斯拉美国纯电市场的份额在历史上首次低于50%，全球销量仅为44.4万辆，同比下滑了4.8%，在美国的销量更是同比下滑了6.3%。要知道，特斯拉在今年2季度还开启了一波大促销，主力车型降价超过了2000美元，这都没能拯救特斯拉的销量下滑。而在特斯拉的颓势影响下，今年2季度的电池出货量，松下的市场份额进一步下降，仅剩4.2%，眼看着就要被归类到阿勒斯里了。而作为对比，宁德时代同期的市场份额是35.9%，比亚迪是16.5%，分别位列世界第1和第2。在今年6月份，就连松下自己都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了，默默放弃了到2030财年电池业务销售额超过3万亿日元的红眼目标。其实吧，可能连美国政府都没搞明白松下对自家的信心从何而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的进口额有70%依然来自中国，与2023年的市场份额几乎没有变化。如果跟2020年的市场相比，更是暴增了近30个百分点。从金额上来说，2020年至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锂离子电池金额连年上涨，过去3年整整涨了近6倍。也就是说，尽管美国政府削减通胀法案搞得是轰轰烈烈，各种贸易战、各种针对中国的政策层出不穷，但美国企业还是用钱投票，选择从中国大量进口电池产品。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所谓的锂离子电池美国造，真的是造了个寂寞。甚至连美国政府自己都知道，电池产业根本离不开中国。美国财政部在今年5月宣布将放宽对中国电池材料的限制，直到2026年之前，就算是用了来自中国的石墨、锂、镍等关键原材料生产的电动车，也能获得最高7500美元的补贴。相信松下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肯定是欲哭无泪的。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啊！我这不远万里的到美国市场投资，制造成本直接拉到同行的2倍以上，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中国电池产品只要到美国过一遍水，组装一下就能获得同样的补贴，那我这几10亿美元不是白花了吗？更关键的是，松下也并不是唯一能生产4680电池的厂商。不说特斯拉自己，韩国的 LG 新能源、三星 SDI 等都在准备进军4680电池行业。LG 新能源甚至还在最近宣布，已经开始尝试小规模量产了。更不用说还有对新动力爆棚的国内厂商，也早早的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布局。宁德时代、亿维锂能、蜂巢能源等头部厂商，甚至都已经跟宝马签订了1000亿元大单，要在2025年开始量产型号相近的大圆柱电池。实际上，就连松下唯一的大腿特斯拉，跟松下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真的就亲密无间的。特斯拉的第1代1850电池，松下是唯一供应商，双方在2017年共同研发了第2代2170电池，但在2170电池的合作上，双方却谈不上愉快。松下的产能迟迟跟不上特斯拉 Model 3的订单增长速度，于是，在2020年7月，特斯拉引入了宁德时代和韩国的 LG 新能源作为新的电池供应商。在随后的9月份，特斯拉又抛开松下，独立拿出了新一代的4680电池，宣布要自己量产电池。松下随即在2021年初卖出了持有的特斯拉股份，完美诠释了啥叫同船异梦。
只是后来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级工厂建设进度缓慢，4680电池量产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双方才不得不继续抱团取暖。所以松下在4680大圆柱电池领域可谓是对手众多。如果失去了所谓的美国市场优势，特斯拉也不一定会继续支持。那么松下又凭什么跟资金更雄厚、产能更高、技术更先进的中韩厂商竞争呢？更让松下难受的是，美国即将举行的大选对于松下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利空消息。如果是哈里斯上台，继续延续拜登政府的政策，对于松下来说谈不上是什么好消息，还是要面临中韩厂商的激烈竞争。而如果是特朗普上台，那就更加完蛋了。按照特朗普目前的表态，他将在第一时间内对拜登的电动车政策重拳出击。失去了补贴的美国电动车市场，可以预见的会更加萎靡。押宝美国市场的松下，无疑也要跟着受重创。说白了，在当初无脑押宝美国市场的时候，松下就已经注定要面临今天的困局了。这大概就是选择决定命运吧。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